这几天国际原油价格又像疯了一样往上冲，去趟加油站，看住那跳动的数字，心里真的会发慌。但另一边呢，咱们澳洲的几大银行股价就像高台跳水一样，跌得让人直冒冷汗。昨天还有好几个朋友私讯我说，看住账户里的钱每天都在缩水，晚上躺在床上翻来覆去，根本睡不住觉。今天我们不讲废话，也不聊那些虚无缥缈的理论，我们就来扒一扒，在这种油价飙升、银行大跌的极端行情下，你手里紧紧抱着的那些所谓稳赚不赔、安心养老的澳洲 ETF， 到底有哪些已经变成了随时会引爆的定时炸弹？看懂了今天我要跟你分享的东西，你不仅能避开接下来可能出现的暴跌大坑，我还会告诉你，在这场看似可怕的危机里，藏着哪些真正能让普通人逆势赚钱的隐藏机会。在影片的最后，我还准备了一个非常特别的 bonus， 这是我个人私藏的市场崩盘时的保命与反击策略，一定要看到最后，因为提早关掉影片，错过的可能就是你几个月甚至半年的薪水。说实话，看住最近银行股这样跌，我特别能体会大家那种焦虑、不知所措的心情。记得我刚开始自己摸索投资的那几年，也是特别迷信所谓的安全牌。那时候我觉得买澳洲的银行股，买那些主打金融板块的高息 ETF 不就是最稳的吗？银行那么大，怎么可能倒？每年收利息，多舒服啊！结果有一次我也是遇到类似现在这样的状况，外面中东那边局势一乱，油价跟住通膨一起飙升，我当时重仓了一只大家都在推荐的澳洲高股息 ETF， 里面全都是大银行，我心想随便它跌，反正我有股息拿。结果呢，大错特错，短短几个礼拜的时间，股价跌掉的幅度，把我过去整整2年收到的股息全给吃得一乾二净，甚至还倒亏了一大笔。那种感觉怎么形容呢？就像是你每天省吃俭用，辛辛苦苦存下来的血汗钱，眼睁睁看着被别人一把火烧了，那种痛真的像胸口被人狠狠打了一拳，喘不过气来。也是那一次惨痛的教训把我彻底打醒了，在这个市场里，从来就没有什么永远安全的避风港。如果你不搞懂背后的逻辑，你的钱迟早会被市场收割。那为什么油价涨加上银行股跌，这两件事碰在一起会这么可怕？我们用大白话来说，完全不需要懂什么经济学原理，你一定听得懂。你把油价想象成我们这个社会的呼吸成本，你想想看，你去超市买的一条面包，是不是要靠卡车运过来？你网购的东西，是不是要用货车送？农民种地的拖拉机，是不是要加油？油价一涨，等于所有东西的成本都在跟着涨，这就是大家常常在新闻里听到的通货膨胀。但我们别管这个词，你就把它想成是我们手里的钱越来越不值钱了。钱不值钱了，大家的日常开销就变大了，买菜贵了，加油贵了，但是你的薪水有跟着涨吗？通常没有。这时候大家还房贷、还车贷、还信用卡的压力就变得超级大。好，这个时候银行的噩梦就来了。以前银行是借钱给我们赚利息，日子过得很滋润，现在银行突然发现，完了，很多人生活费都不够了，每个月的房贷可能要还不出来了，借出去的钱如果收不回来，就会变成银行的坏账。而且为了压住不断上涨的物价，政府和央行就不敢轻易把利息降下来，甚至还要维持高利息，银行夹在中间，未来能赚到的钱肉眼可见的在减少，风险却在成倍增加，你说这股价能不跌吗？这就是一个完美的恶性循环，而最可怕的地方在于，很多投资人根本不知道危险已经逼近，很多人买 ETF 就像是在买盲盒，看到名字里有高息、大盘、稳健，就无脑把钱砸进去，根本不知道这个盲盒里面其实装满了已经被逼到悬崖边的银行股，以及那些会被高油价反噬的脆弱企业。我想起我有个邻居，他是个非常勤奋的人，每天工作10几个小时，好不容易攒下10万澳币，全听了所谓专家的建议，买进了某只银行占比极高的 ETF。 他跟我说，这可是我的退休金啊，应该没事吧？我看着他眼里的期待，再看看现在的盘面，心里真的不是滋味。这种把命运交给别人的无力感，才是最折磨人的心理折磨。那么具体到底是哪几只我们最爱买、最容易踩雷的澳洲 ETF 呢？他们为什么会在这波双重夹击下变得极度危险？如果你手里现在正好就拿着这几只 ETF， 明天开盘你到底是该忍痛割肉逃跑，还是闭着眼睛死扛到底？接下来要点名的这几只 ETF 可能会让你大吃一惊，我们直接切进核心。 VAS、VHY 还有 MVB 这3档在澳洲市场几乎人人都听过，被视为 ETF 里的国民明星。
不少投资人甚至相信，只要抱着他们，就等于跟住澳洲的国运一起走。但现在他们成了最危险的温床，为什么？因为澳洲股市有个非常奇葩的特点，就是极度偏科。咱们的股市里，银行金融板块占了将近40%的权重，这意味着当你以为你分散了风险时，其实你有一大半的钱是借给了4大银行。想象一下，你开了一家百货公司，结果里面40%的货架都在卖同一种容易过期的牛奶。现在牛奶集体变质了，你整家店能好过吗？这几天发生的新闻大家也看到了，中东局势突然升温，伊朗那边的消息一传出来，布兰特原油直接冲破了$90，甚至有人预测会破100。澳洲的汽油价格在墨尔本已经飙到了2.2澳币左右。这时候政治的影响就来了，政府现在压力山大，澳洲储备银行原本大家都盼着它降息，结果这2天主席直接放话了，说加息是一个实时的选项，这是一记重锤。对于银行来说，这简直是进退两难。加息虽然能增加贷款利息收入，但现在油价这么高，老百姓的生活成本已经爆表了。我身边有个开咖啡店的朋友，他跟我诉苦说，现在不仅运费贵了，连客人都少了，因为大家加油多花了几十块，就得少喝几杯咖啡。如果银行再加息，他的店面贷款、客人的房贷分分钟就会断供。这就是真实案例，当坏账风险跑得比利息收入快的时候，银行的股价就会像断了线的风筝，而你手里的 VAS 或 VHY， 因为装了太多的银行股，就会被硬生生的拽下去。这不是分析，这是正在发生的事实。我再跟你们分享一个心理细节，为什么很多人现在还不敢卖？因为有一种心理叫股息陷阱。很多人看住 VHY 这种 ETF， 心里想着虽然股价跌了，但它利息高呀，一年有5%到6%的分红呢。大家醒醒吧，当股价在2天内跌掉3.5%，你1年的利息在2天内就赔光了。这种捡了芝麻丢了西瓜的事情，我以前干过太多次了。而且大家发现了吗？现在的政客们在做什么？他们在互相甩锅，说会盯着加油站不让乱涨价，但实际上只要中东的航道一封锁，全球石油供应就断了。澳洲虽然能源多，但我们用的汽油大多是进口的，这种政治上的无力感最终都要由我们这些持有大盘 ETF 的普通人来买单。但是别光顾着害怕，如果你现在只看到危险，那你可能会错过接下来3到5年最大的财富洗牌机会。我在这几年的摸索中学到最深刻的一课就是，当大众最恐慌、最盲目的时候，就是资金流向发生转变的时候。这几天就在银行股大跌的同时，有没有人注意到哪些板块在悄悄抬头？除了能源股，其实还有一些被大家忽视的避险角落正在发光，例如医疗保健以及一些特定的科技板块，这2天反而在逆势上涨。这说明了大资金正在搬家，聪明的钱已经预见到高油价和高利率会持续更久，他们正在从那些依赖负债、依赖传统地产和银行的老旧 ETF 里撤出来，跑向那些有硬核技术或者受经济周期影响较小的领域。如果你现在还死守住那些银行股大杂烩，你就是在用自己的血汗钱去帮那些大机构垫后。我曾经认识一个投资前辈，他在2008年金融海啸时，就是因为死抱着银行股不放，结果资产缩水了60%，花了整整10年才翻身。他跟我说过一句话，我至今记忆犹新。他说，在市场里最怕的不是亏钱，而是你明知道船要沉了，却因为舍不得那张昂贵的船票而选择留在船上。现在的银行权重 ETF 就像是那艘正在进水的船，那么未来的走势到底会怎么演？是会像1970年代的石油危机那样让股市低迷整整10年，还是会像过去几次小冲突一样虚惊一场后迅速反弹？更重要的是，如果不买银行，我们现在该把钱投到哪里，才能在油价飙升的浪潮中不仅保住本金，还能狠狠赚上一笔？好，我们直接把残酷的现实翻篇，来聊聊大家最关心的问题，接下来到底会怎么走？我们普通人该怎么把亏掉的钱赚回来？记住一句话，危机永远是危险与机会并存。当市场上80%的人在恐慌抛售，甚至绝望删 APP 的时候，往往就是财富重新分配的黄金时刻。关于未来的走势，我个人的判断非常明确，高通膨、高油价、高利率的3高环境不会在短期内结束。不要去幻想政府或者政客会突然大发慈悲降息来救市，政治的本质是选票，他们现在最怕的是老百姓抱怨物价贵，买不起菜，所以他们宁愿牺牲银行的利润，牺牲股市的短期表现，也要把通膨死死压住。这意味着什么？
这意味着澳洲股市过去那种闭着眼睛买4大银行就能躺赚的时代，已经暂时画上句号了。我用我自己的血泪教训告诉你们，千万不要去接往下掉的刀子。以前我特别喜欢抄底，看到银行股跌了 5%， 我就兴奋地冲进去加仓，再跌 10%， 我把生活费都掏出来补仓，总觉得这么大的银行总会涨回来的。结果呢，钱全被套牢了。整整2年，我看着别的板块狂飙，自己却只能苦哈哈的等解套，那种机会成本的损失比直接亏钱还让人憋屈。这就是小白最容易犯的错，把便宜当成了价值。所以现在我们该怎么办？打不过我们就换赛道，这是我现在的实操策略，也是我认为未来1到2年最有潜力的赚钱机会。第一招，把防御拉满，转向真正抗跌的板块。既然银行和地产现在是重灾区，那我们就把资金转移到那些不管经济多差，大家都要花钱的地方，比如医疗保健板块，不管油价涨到多少，人生病了总得吃药看医生吧。我自己会重点关注像 X 这种全球医疗保健 ETF， 它直接帮你打包了全球最顶尖的医药龙头。当澳洲本土的银行被高利率按在地上摩擦的时候，这些跨国医疗巨头反而能提供非常强大的防护罩。第二招，打不过通膨就加入通膨，油价飙升谁最赚钱？当然是卖油卖资源的。澳洲本来就是个坐在矿车上的国家，与其眼睁睁看着加油站抢钱，不如反过来做他们的股东。如果你不想挑选单一的能源股，可以看看像 OCR 或者 QRE 这种澳洲资源板块 ETF。 当全球地缘政治紧张，中东乱成一锅粥的时候，澳洲的资源板块往往会成为全球资金的避风港。别人因为油价高而发愁，你的 ETF 却在帮你赚取大宗商品上涨的红利。第三招，跳出澳洲，寻找不受高息影响的科技巨头。很多投资人有一种本土情结，死死抱住澳洲股市不放，可是在全球市场里，资金流向才是真正决定胜负的关键。世界的钱流到哪里，我们就该往哪里走。美国的那些顶级科技巨头，他们手里握着大把的现金，根本不怕利息高，因为他们不需要找银行借钱，把一部分资金配置到 MDQ 或者 IVV， 让真正的世界级公司帮你赚钱，这才是对冲澳洲本土银行风险的最佳方式。我曾经听过一个很有意思的比喻，说投资就像是在大海里开船，当澳洲这片海域起大浪的时候，你没必要非得在这儿硬扛，把船开到更平静、更深、资源更多的海域去，才是聪明人的做法。很多人问我，现在政治局势这么乱，没选中东、通膨，我们普通人真的能赢吗？我想说，正因为乱，才有超额利润。如果世界太平，每年的收益率可能只有 5% 到 8%， 但现在这种动荡期，如果你选对了赛道，翻倍甚至更多的机会就在眼前。说实话，我现在看住油价涨，心里反而有一种莫名的兴奋，因为我知道市场正在汰弱留强，那些没有竞争力的公司会被淘汰，而真正优质的资产会被洗得更前劲，等住我们去捡便宜。最后说好了要给大家一个 bonus， 这是我自己用了好几年，简单到不能再简单的逃顶与抄底小技巧，不需要你看懂复杂的财报，也不需要你懂什么波浪理论。这个方法叫不要做左侧交易，永远等右侧确认。什么意思？当一只 ETF 正在狂跌的时候，这叫左侧，就像从楼上掉下来的钢琴，你绝对不能伸手去接，哪怕它看起来跌得再便宜，你该怎么做？等到它跌到底部，然后开始横盘，接着连续3天出现上涨，而且每天的最低点都比前一天高，这个时候这架钢琴已经安稳地落在了地上，甚至开始往上弹了，这就叫右侧。只有在这个时候进场，你买入的才叫趋势，而不是地雷。就这么一个简单的纪律，能帮你避开股市里 90% 的暴跌陷阱。今天讲了这么多，就是希望大家在看清残酷真相的同时，能掌握真正把控自己财富的主动权。市场永远在变，我们的脑袋和策略也要跟住变，别再让你的钱为了那些过时的稳健神话陪葬了。说了这么多避险的逻辑和趋势，我知道大家现在最想问的一定是，那我具体该怎么配比？如果我有5万、10万甚至更多的资金，现在这个当口，我的仓位应该长什么样？哪些该卖，哪些该留，哪些该现在立刻冲进去？其实我已经帮大家整理出了一份完整的2026逆势翻倍投资组合方案。这份方案不是空谈，而是我结合了目前最新的地缘政治数据、澳洲 ARBA 的加息预期，以及全球大宗商品的流向，为我自己量身打造的实战清单。如果你想优先看到这份详细的投资方案，想知道具体的买入点位和持有比例，
现在点击频道下方的加入按钮，成为我们的专属会员就能抢先看，每个月的费用甚至比你在门口买一杯咖啡还要便宜，但这杯咖啡换来的可能是帮你避开几千甚至几万澳币的损失。当然，我也知道很多朋友是刚开始关注我，可能还在观察，没关系，我们来玩个大一点的。如果这条影片的留言超过500个，或者点赞超过1000个，我就当作是给大家的福利，我会直接在下一期影片里无条件公开这份核心投资组合的一部分，让大家都能感受到跟随趋势赚钱的快乐。所以，如果你手里有拿不准的 ETF， 或者你有任何关于这波油价、银行股的看法，赶快在评论区留言告诉我，你的每一个字都可能让这份清单更早跟大家见面。最后，我还是要真心实意的提醒大家，投资这件事，市场永远是对的，我们只能尽力去预判。今天我分享的所有内容都是基于我个人的实战经历和研究心得，仅供大家参考，并不构成任何绝对的投资建议。股市有风险，入市需谨慎，每一分钱都是大家的血汗钱。最后做决策的时候，一定要根据自己的财务状况和风险承受能力来评估，千万不要盲目跟风，毕竟保护好本金，我们才有在这个游戏里玩下去的资本。那么，面对这波可能持续数年的大变局，你是打算继续死守住老旧的银行股，还是打算跟我一起转身，去拥抱那些真正能跑赢通膨的新机会呢？欢迎在评论区大声说出你的选择。如果你觉得今天的分享对你有哪怕一点点的启发，记得一定要点赞、关注并分享给身边还在迷茫的朋友，你的支持就是我持续输出钱货的最大动力。这里是赚钱角度，我们下期视频见，拜拜。